是我，元征啊！九臣，你思天下之战神又如何？我是众生心里的魔，你能杀掉众生吗？你变了，你有了执念，你不是以屠魔为己任吗？你为何不直接杀了那女仙？只要她在，本座早晚能重见天日。你休想！你瞒得了天下人，你瞒不过我。你已对这全天下最不该怜悯之人起了涟漪。你有欲望啊，这就对了。有所执才有所成。什么3000大道，全是狗屁。只有本君的道，才是天道。九臣，直面你的本心，放了本君。除了那女子，只有你能将本君放出。只要本君破封印而出，那女子便无用了。你也能保住她了。吾乃司战之神，所欲者，无非6界太平，仁者得善果。而你为祸6界，将坠入无间魔域，不得超生。九臣，你触不到我，因我无愧于心。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不会。袁同有要事，求见天君。南天门守将袁同拜见天君。你若是为了袁家，还是回去吧。天君已经法外开恩，你不可奢求过多。卑职此次不是为了袁家，而是为了天宫以及这6界的安危，事关重大，刻不容缓，才斗胆前来求见天君。讲。卑职怀疑，那桃林灵犀乃是魔族余孽。此女经普化仙君亲自检验，卑职有证据在此。此乃药王洞法宝，你从何而来？回禀天君，此物是药王赠与神尊，一直放置于浮云殿。小仙也是偶然发现此物有不妥之处，便不敢耽搁，立刻前来禀报天君。在小仙看来，浮云殿中仙娥不多，花烟和13在天宫已长达万年，只有那桃林灵犀初到浮云殿不久。通知战部，把人带回来，本君要亲自审问。是。恳请天君，袁同想戴罪立功，一同前往。准奏。谢天君。
我做什么？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抓你？知道又如何？不就是一件仙宝吗？仙翁已经知晓此事，你又何必苦苦相逼？你从浮云殿把我掳至此地，你就不怕天宫震怒，不怕我家神尊震怒吗？如果天宫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，你会死得更快。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天雷真君，怎么会有这么重的魔气？该不会是那魔君已然出世了吧？如果是魔君出世，就不是这样子了。紫光方生，在，你们去看看。是。什么人？天雷真君13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神尊让我守在这儿。你家神尊？天雷真君，我们家神尊吩咐过了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你敢在此拦着本座13，神尊。没想到在这儿遇到战神，真是巧了。敢问战神，贵殿小仙灵犀现在何处？难道战神公然包庇魔族的余孽吗？什么？灵犀？魔族余孽？13，先回浮云殿里。是。看来这神尊也在找那小仙。神尊，我为何会在桃林？原来是做梦啊！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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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哪儿了？人呢？死狐狸，又不在。又
又找人打架去了？干什么？老夫尚且都不够，哪有多余的酒给你啊？走开！爹，爹，你怎么又喝酒？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少喝点儿，对身体不好。爹，你这么长时间不见女儿，有没有想女儿啊？爹当然想女儿了，可是看你没心没肺的样子，你哪是像想爹的呀？你是想那个人吧？神尊是不是来过？走啦。他怎么就走了呢？他说要跟我一起回从济渊的呀。爹，我刚刚做了一个可吓人的梦了。我梦见我被人追杀，然后被打伤了，还吐了好多血。血在哪里？伤口在哪里呀？那不是梦吗？你又没什么事儿，他还在这里干什么呀？难道还要等到天宫的天兵天将打上门来呀？爹，这跟天宫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做梦的也是南岳的上仙在追我呀。关系大了，你身怀魔技的事情在天宫里已经是人尽皆知。若非九臣以你仙允为由，暂时蒙蔽了天庭，他毕竟是战神，保你1次2次还可以，难道你指望他保你一辈子呀？爹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女儿怎么会身怀魔气啊？爹，你忘了，普化仙君亲自验证过的。若非九臣动了手脚，就凭你的法力，能逃过普化的法眼？爹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我很清醒。一旦让人发现是九臣包庇于你，你如何让他在天庭里自处？他身为天族的战神，难道为了你，让他与整个天族为敌呀？你不要再痴缠于他，你这样只会加害于他。你还是在桃林里头好好的待着吧。吴婉，吴婉，哎呀，吴婉，你回来！吴婉，吴婉，本座寻你很久了。魔族。自不量力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他们是魔族，魔族为什么要杀你啊？我不知道。你怎会不知道？桃林乡太平，若非是你，好端端桃林为什么会有魔族来犯？我真不知道。你别说不知道了，师傅刚才就死在我面前，就是你，就是你害死的师傅，是你，不是我，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师爷。
尊，神尊，战神，你还有何话讲？神尊，我是真的，我没有，你信我的，你信我的，对不对？神尊，神尊，神尊。上神，灵犀这该如何是好？又能如何呢？紫光方生，将这小钱押下，等待天君审问。是。师兄，神尊，上神，神尊这……你倒是机灵。神尊，你忘了，我叫灵犀，机灵的灵，潮汐的汐，怎会不机灵啊？神尊，你为何会不在我身边？你是讨厌我了吗？可是我喜欢你，很喜欢很喜欢的那种，不是小孩子对大人的那种喜欢，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。神尊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绝不会入魔。那你在怕什么？我怕人言可畏，我怕飞来横祸，我怕牵连家人，我怕连累你。灵犀想来交寒可人，怎么可能入魔呢？即便是入魔，常伴神尊左右，神尊怎么可能没有察觉呢？是不是搞错了？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这入魔和神有魔其实两码事儿。天宫大殿之前诛仙共剑，我也希望是搞错了，可……那怎么办呢？你快想办法救救灵犀啊！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要是有办法，神尊还至于如此伤神吗？你没看，神尊连灯都没长吗？等等天宫大殿的消息吧。醉仙灵犀真的身怀魔气，回禀天君，已确认无疑。真是这个妖女，我就知道，祸乱天宫秩序，必须严惩。此仙不仅身怀魔君的一缕精气，且已显现魔君无知其独有的魔印。若为魔族余孽所得，必然会助那魔君轻易突破封印。届时，
6界苍生定然惨遭涂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是啊，如何是？既是如此，那为何你当初没有察觉呢？是臣失察，请天君责罚。启禀天君，依臣之见，此事不能完全怪普化。试想一下，一个区下界小仙，若无帮助，怎么可能敌得过普化的检验？臣对此事一直觉得有些蹊跷。天君，如果臣没有记错的话，当初是9臣执意要留下这个祸害长半左右。天宫之上也常有流言蜚语，现在想来也未必是空穴来风。天君明鉴，事有巧合，还请天君明察。请天君明察。尔等之意是本座错怪了9臣，请天君决断。请天君决断。请天君决断。普化，臣在。严查天宫之上是否还有魔族余孽，查明灵犀为何身怀魔气及魔君魔印。是。紫光方生，末将在。严查魔族余孽的动向，率一部天兵封锁幽都山。如发现魔族余孽，格杀勿论。是。袁同，最先在。你此次警示有功，先品晋升一级，天宫留用。谢天君。天君，那9臣那罪仙灵犀该如何处置？还请天君明示。等一切查明之后，召集众仙，再行商议。是。此番前往幽都山收拾魔族的余孽，诸神都看着呢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是，真君。开阳将军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！天君命本将严查魔族余孽之事，看来近日是无暇再去占卜练兵了。相信开阳将军定然不会反对。哦，对了，醉仙灵犀为何能够潜伏在浮云殿如此之久，而从未被察觉？这也是要查上一查，说不准届时还需要开阳将军的配合。说这么多干什么呀？我们还有要事在身，走吧。袁头，两位天将有何指教？袁头，灵犀身怀魔气之事，为何不先禀告神尊，反而上报给天君？你如此逾越，欲将神尊置于何地？小仙自是对神尊敬重万分，可是此等大事，神尊不在天宫，又有谁能做主？难道不该上报天君吗？若无他事，小仙先告退了。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人各有志，强求不得呀。
禀告前摇医官，穆德星君求见。请转告穆德星君，我正在开炉炼药，无暇相见。有事的话，让他去找玉离师姐。是。前摇医官怎么说呀？前摇医官在炼药，让穆德星君去找玉离师姐。啊，还在炼药？这就算不去见穆德星君，也该去紫云台。怎么说也是姐妹一场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心思炼药啊？紫云台现有重兵把守，没有天君谕令，不可靠近。医官去了又有何用啊？诸位贤卿，现已查明灵犀之事是个特例，各位觉得如何处置为好啊？启禀天君，依臣之见，灵犀当诛，应启禀天君，臣反对。应辅以紫云台诛仙大阵，联手各位上神于刑台前，共同炼化这缕魔之妖气，彻底泯灭魔君无知其的魔印，令其永世不得脱困。天君，臣反对。云峰，你为何反对？启禀天君，灵犀与天雷真君素有旧怨，因其言行无状，多次顶撞天雷真君。臣以为天雷真君怀恨在心，想要借机公报私仇。荒唐！天君在上，本座惩治一个区区下界的小仙，用得着公报私仇吗？大是大非面前，本座还是分得清楚的。敢问云峰上神，你分得清楚吗？你就是公报私仇。我问你，为何灵犀体内的魔气不能抽除，再炼化其魔印呢？为何灵犀就非死不可呢？启禀天君，此女不死，魔气不散。为了六界苍生，臣附议天雷真君。你们都哑巴了吗？说话呀！臣等附议云峰上神。臣等附议天雷真君。战神到！九臣拜见天君。九臣，你来得正好。本君与各位仙人在商讨灵犀之事。你是天宫的司战之神，你意下如何？臣恳请天君留下灵犀性命。臣愿将其封禁在从极渊，亲自镇守，不让魔族有丝毫可乘之机。天君明鉴，既是亲自镇守，臣愿交出战神印，卸司战神职，放弃一品神位。自此，永镇从极渊，寸步不离。恳请天君成全。
九臣，你真的想如此吗？恳求天君成全。启禀天君，是天尊山呐。天尊山，难道是天尊出关了吗？弟子恭迎师尊出关。九臣入内相见。是。弟子九臣，拜见师尊。多年不见，你仙骨中的杀伐戾气削减不少，看来是心境提升颇多，不错。起来吧。是。刚夸奖你心境提升不错，怎么就看不透这层虚妄？如果换作云峰来啊，定会是欢愉跳脱，哪会像你这般呢？师父定是闲事地烦，才未将他唤来。是这个道理。应该说，他害怕师父才对。如果为师问他神修仙法，你猜他会如何？躲得远远的。事急，你呢，更沉稳、坚韧，更知道何为责任。许是因你双亲死于神魔战场，自幼便立志要做司战之神，仗剑荡平这人世间的邪魔，庇佑6界苍生。为师还记得你小小年纪就立下有我无魔之重誓时，带给为师的震撼。弟子未出生，家母便身负重创。若无师尊，这天地间便无九臣。那你还记得责任与誓言吗？自是记得。请师尊明示，单独召唤九臣，所谓何事？你是真的不知吗？是真不知，还是不愿知？那个小仙不能留。为师虽然闭关在此，但常与天地沟通。天宫的事我清楚，幽都山的事我清楚，你与灵犀之间我也清楚。既然师尊清楚，那他为何要死？弟子可以关在从极渊吗？只要他在世，魔君就会出现。这与他关在什么地方没有关系，也不是为师非要杀他，是命运使然，没有办法的。
灵犀他也是芸芸众生之中一员，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为何他就要死？难道你要因小失大，而疑惑苍生吗？弟子今日若不能护住他，他日又何以守护天下苍生？没错，他是芸芸众生的一员，并不是芸芸众生。以他一人之死，换取6界苍生，死得其所。若天地为难，以你之死换取6界苍生，你愿意吗？弟子愿意。那你死得为何他就死不得？弟子想不通啊，就在这儿想，终究会想通的。这都半天了，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哎呀，实在莫急。青瑶医官他冰雪聪明，又与灵犀情同姐妹，他定能想出什么办法的。办法？不行，我得进去找他。哎，青瑶，二位仙子不能进去，我家医官正在开炉炼药，不见外客。二位仙子再等等吧。这都火烧眉毛了，他还有心思炼药，还将我等拒之门外。说什么情同姐妹？我呸！分明就是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你不管灵犀是吧？好，我13自己管。切！哎，13，你去哪儿啊？你不等了？13，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啊？我要是有办法，我还至于来找他吗？不过办法都是人想的，我肯定能想出来。反正不救他。青瑶，哎呀，不好了，青瑶！何事如此慌张？天君刚刚下令，要将你那师妹处死在紫云台。我知道，你心中定是怨我不顾同门之情，将魔气之事捅进天宫。可我没想到会这样啊！我虽讨厌他，却从未想过要他性命。喂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你跟灵犀是好姐妹。他都快死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师姐，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怨过你。你从没怨过我？嗯。哎，你炼的什么药啊？好香啊！师姐可以闻闻看。医官，你不能出去。我为慕德星君炼药，现在少了一味药材。师父有命，不许医官离开药王洞，还请医官莫要为难小仙。你放心，我知道你有难处。